母亲怀疑9岁女儿怀孕，便将她带到医院检查。可医生看了她肚子的状况，却表示孩子身体一切正常。然而这样的结果，母亲自然是不肯相信的，因为她每天夜里都会冲进厕所呕吐不止，种种迹象都像极了怀孕的人。可医生却打断了母亲的话，他宣布最终的诊断结果就是乳糖不耐受导致的过敏现象。What? Allergic to milk? Considering what you all been through, I would think this is really good news. 听了医生的话，一家人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来。可安娜的病却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就在当晚，母亲就被刺耳的叫声惊醒，她急切地飞奔上楼查看。看着安娜痛得翻来覆去，夫妻俩也是心如刀绞。他们一刻也不敢耽搁，连夜将孩子送去了城里的大医院。经过紧急的抢救，安娜的情况总算稳定了下来。可年轻的医生只是开了点止吐药，就让他们可以回家了。母亲请求医生再好好检查一下，然而对方却坚持女孩只是胃食道逆流，虽然看着比较严重，但好好休养几天也就没事了。这样的情况没必要占用急诊资源。说罢，医生准备离开，可母亲却一把将他拉了回来。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our little girl. Mrs. Beam, you need to calm No, down. you calm down. You find me another doctor. You run some more tests. I'm not leaving this hospital until I know what's wrong with my daughter. 见识了母亲的态度，医生也只能无奈答应。直到天亮，他终于将儿科主任带了过来。然而对方却告诉了他们一个坏消息，经过他的诊断发现，孩子是严重腹部阻塞，简单来说就是肠子打结。We don't clear that obstruction right now, your daughter's gonna die. 他们不敢相信，女儿的情况已经严重到危及生命安全了。一旁的护士掏出软管，让父亲帮忙从孩子的鼻腔插入，把胃里的食物抽出来后，才能进行手术治疗。可这样的方式让安娜十分痛苦，对于夫妻俩也无疑是折磨。本以为经历了这次痛苦后，女儿应该能恢复健康，但主任却在手术的深入检查中发现了一个更加严重的症状。 The intestines aren't able to function properly. What she eats and drinks tends to sit there. 这个病十分罕见，目前还没有成功治疗的案例。得知女儿得了绝症，夫妻俩瞬间陷入绝望。主任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于是推荐了一位波士顿的儿科名医，但他还是劝告二人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因为全国各地求他治病的人数不胜数，没有预约的话根本就见不到人。不过母亲却不愿放弃这唯一的机会，她疯狂地联系对方的医院，可无论是电话还是邮件，都始终没有得到回复。不过主任这边却帮她联系上了医院，但是他们必须得在候补名单上排队等待。 So I have to wait for someone to die and just pray that Anna doesn't go before then. 母亲闻言彻底束手无措，她只能无助地望着天空，祈求上帝保佑女儿早日康复。但从医院回来后，安娜的生活就无法回归正常，她不能再吃普通的食物，每天都必须佩戴软管补充必要的营养。可每一次换管都会给她带来强烈的痛苦。因为生病的原因，安娜错过了学校组织去海洋馆的计划，整日在家郁郁寡欢。为了治愈女儿的心情，父亲也用自己的方式给予她补偿。他带回了一只可爱的小狗，然而这样的方式对女儿的病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母亲觉得还是不能坐以待毙。 I'm taking Anna to Boston. She's dying, Kevin. Baby, I'm scared too, okay? You can't just take her to Boston without an appointment. 可看着妻子哀求的眼神，丈夫也不再忍心阻拦。第二天，母亲便带着安娜踏上了去往波士顿的航班。经过2000多公里的路程，母女俩好不容易才到了医院，可因为没有预约，他们只能被拒之门外。母亲无奈地向前台的护士诉苦，她每天一睁眼就面临无数的药物，还需要亲自反复地插胃管。可女儿小小的年纪，难以想象她经历着怎样的痛苦。 And they told me, oh, she's lactose intolerant. She has acid reflux. It's an infection. And I just knew it was something bad. I'm not sure Anna can wait much longer. 看着可怜的孩子，护士虽然心里十分同情，但她作为一个实习生，也实在是无能为力，只能按照医院的规章制度办事。吃了闭门羹的母女俩，只能灰溜溜地离开这里。她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也没有心情吃一口东西。安娜伸手想给母亲倒杯水喝，不料却意外碰倒了杯子。一旁的老服务员不耐烦地扔给他们抹布，而另一个黑人服务员却热情地上去帮忙。安娜愧疚地向阿姨道歉。 Sorry. For what? Don't mind him. He don't have kids and he has no personality. 对方风趣幽默的谈吐让母女俩感到格外亲切，连刚刚还在失落中的母亲也情不自禁地被他感染。不知不觉就透露了他们是来寻求儿科医生帮助的。这时服务员也瞅见了安娜的肚子，不过他并没有好奇地询问，而是介绍起波士顿是个不错的旅游城市，明天他们要是有空，他可以免费带二人游玩1天。可母亲直接拒绝，因为他们明天还要回德州。但安娜却很想放松一下，病痛已经夺去了她太多的快乐。母亲见状也只好无奈地答应，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次日，乔治亚便提议去不去海洋馆。 My gosh. I say something wrong? No!
安娜之前留下的遗憾，没想到会在这里实现。乔治亚开了一辆破烂不堪的小车，但却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欢乐。一路上，他都介绍着当地有名的地标建筑，还热情地向路人打着招呼。乔治亚满满的能量，也影响到了母女俩的状态。安娜的脸上很久都没有出现过这么灿烂的笑容了。Look how cute they are. Maybe even cute on some rice with some soy sauce. 乔治亚对生活的态度非常乐观，不仅为二人制造了无穷的欢笑，似乎还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幸运。就当几人在画展欣赏莫奈的睡莲时，母亲突然接到电话，医院临时空出了一个预约，如果他们明早7点能过来，名额就可以帮他定下。Yes, yes, ma'am. See you tomorrow then. Thank you. 他们终于得到了这唯一的救命稻草。可安娜经过更加专业的检查，却还是一样不好的结果。博士查出她的肠道不工作的原因，极大可能是神经系统传递不正常，但目前全国都没有合适的治疗方案，即便是博士亲自手术，也无法做到根治。不过他还是给母亲带来个好消息，医院拥有一项技术，可以帮安娜制作特殊的辅助消化药物，这样她就可以不再依靠软管的方式摄取营养，慢慢过上稍微正常的生活。母亲听完松了口气，女儿终于能摆脱插管的痛苦。然而博士下一秒却又浇了盆冷水，因为技术还不成熟，安娜可能会出现各种副作用，严重的话还会威胁心脏，所以每周都必须来医院复查。这无疑给了母亲当头一棒。抛开昂贵的治疗费用不谈，光是每周往返波士顿的机票都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她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可母亲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救女儿的唯一机会。于是二人一狠心，抵押了房子，变卖了车，势必要让孩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可经过了2个月的治疗，效果却没有达到博士的预想。他必须要给安娜做一次手术，消除肠道所有阻塞的地方。母亲听后忍不住的又心疼起女儿，可即便是完成了手术，安娜似乎也没有得以好转，药物的副作用也比博士的预想要强烈，难以忍受的剧痛折磨着孩子无法入睡，一度让他蹦出了想要放弃的念头。I want to die. I want to go to heaven where there's no pain. Maybe if you went to heaven, you wouldn't be with me and Daddy anymore, and you'd leave a hole in my heart. I'm sorry, Mommy. 母亲的话并没有挽回女儿求生的想法，她开始拒绝治疗，甚至不再进食和洗澡。安娜坚决的态度让母亲非常为难，没有办法的她只能无助地坐在一旁。就在这时，父亲打来了电话，他让妻子把手机转交给女儿。Hi, Daddy. Hey, how do you feel about playing a game before you have a shower? Because I can smell you right out here in the hall. 父亲竟带着姐姐和妹妹一起来了，他们来接母女俩回家。既然药物治疗已经没有效果，他们倒不如回去恢复原本的生活。临走时，博士也十分的自责，他很遗憾没能拯救这个可怜的孩子。但安娜还是回敬了对方一个大大的拥抱。可因为经历了太多难以承受的痛苦，安娜一直都表现得很消沉。她常常充满渴望地盯着这棵她从小爬到大的老树。姐姐看出了她的想法，提议一起上去玩玩，重新回顾一下小时候的快乐。在姐姐的帮助下，他们爬上了高高的树梢，远方的美景一览无遗。这一刻仿佛忘记了所有的痛苦。然而这棵100年老树却突然的裂开，姐姐指挥着安娜赶紧返回树干，不料因为年久腐败，安娜竟意外掉进了树洞里。见安娜没有了反应，姐姐便慌张地飞奔回去呼救。随后消防队和救护车也火速赶了过来，但是3层楼高的树洞却让救援经验丰富的他们也束手无策。听着一旁记者客观的报道分析，母亲的心都快碎了。此刻的她是多么的无助，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奇迹。母亲跪倒在老树前，她离女儿不到1米的距离，此刻却宛如相隔万里。母亲痛苦地祈求神能出手救救自己的女儿。家人和亲友也受到感染，纷纷来到她身后，也同她一起向上帝祈祷孩子能够平安。救援持续到深夜，被困6小时的安娜终于被抢救出来。濒临绝望的父母终于松了口气，或许是上帝听到了他们刚刚的祈求。安娜经过检查，竟让医生大为震惊，从3层楼的高度摔下，头部却没有出现一点内出血，就仅仅只有些轻微脑震荡。In fact, after hitting the ground skull first with dirt packed to the top of her head, she regained consciousness, woke up with a smile on her face. Oh my God. 医生从业30年，也不曾见过这般奇迹。但更加神奇的是，安娜好像变了个人，身体完全没有往日的虚弱，她充满活力的状态，看着简直比姐姐和妹妹还要健康，甚至连巨大的肚子也在慢慢恢复。母亲对这一切变化都难以置信，但从博士的复查结果中可以看出 She's asymptomatic. Both her stomach and her intestines are functioning normally. I mean, all the parts a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母亲想弄清楚其中的缘由，但博士也只能猜测，或许是从高处摔下时，那微乎其微的概率彻底将他原本断开的神经传递打通。看着楼下涅槃重生的女儿，母亲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她满怀感激地拥抱每一个帮助过他们的人。离开波士顿时，乔治亚也前来送别。安娜送了对方一个很像她的娃娃，感谢阿姨这段时间的陪伴。回去后，安娜身上所发生的奇迹瞬间轰动了全国群众，他们一家也被邀请公开采访。直到站上讲台的那一刻，母亲仍处在控制不住的情绪状态。她曾经不相信奇迹一说，但现在她信了。 Why was Anna healed when today around the world there's so many children suffering? I don't know the answer. But after everything I've been through, I've realized I'm not alone. 虽然安娜的康复真的很神奇，但一切奇迹都有迹可循。博士之所以会给母女俩预约的名额，是因为前台的实习护士顶着丢工作的压力向对方说明的情况。餐厅的乔治亚为了带失落的二人走出阴霾，也特意向店长请了1天假。还有母亲的不离不弃，坚决要治好女儿病痛的决心，以及安娜一心求死时，父亲和姐妹突然的出现，重新让她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Miracles are everywhere. Miracles are goodness. Miracles are God's way of letting us know He's here. 奇迹其实全都源于生活中的爱与善良。电影是由真实事件改编，女孩的康复是个真实存在的奇迹。圆形的100年老树已经在暴风雨中倒塌，但它依然提醒着我们要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在他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援助之手。我们每一个小小的善举，都可能为他人生命中的奇迹铺路。